小程回来啦，出差辛苦了吧？来，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，祝贺你出差顺利，签了个大单子。咱们是邻居，你的福气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嘛。王阿姨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不能要，拿着，必须拿着，这是咱们这儿的规矩。收了阿姨的红包，以后就是一家人，有福气，大家一起沾。什么规矩？沾什么福气？小程，买菜去啊？是啊，李阿姨，早上好。小程，1201那个王秀兰是不是又找你了？是啊，昨天我出差回来，她非塞给我一个红包，说是沾沾我的福气。你收了？没，我给扔了。那就好，扔了就对了。那家人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要。怎么了，张大爷？那家人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可大了，那老太婆王秀兰，还有她那个游手好闲的儿子王祥，脑子都有问题，专门盯着年轻姑娘借运气。其实就是占便宜。那红包就是个只要收了就跟他们结了缘，你做的好吃的分一半，买的新衣借他穿，就连得奖金他们都会堵门要红包补一补。那要是不给呢？他们就在你门前泼脏水，半夜敲墙，在外造谣。你前面几任租客都是被这么逼走的。原来想通过愚昧迷信来行讹诈之实，想借我的运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不接得住。哟，美女，采购回来了，我是王翔，住你对面。我妈昨天给你的红包你收了吧？那可是开运符，能保佑你发大财的。借过。你可得收好了，最好是压在枕头底下，这样才能天天吸收你的灵气。哦，那个红包啊，你说的是这个被我扔进垃圾桶里的红包吗？你把它扔了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还真让我把它当宝贝一样供起来？你个不识好歹的女人，那可是我妈花大价钱求来的，你这一扔，把咱们两家结运的缘分全给断了。断了，我看是你们想占便宜的算盘打空了吧？你懂个屁！我们家这是看得起你，无亲无故的，我们愿意分你点家运，让你在这里过得顺当点，你还不知好歹。这人真是油盐不进，歪理邪说一堆。你要干什么？想打人，还是想让我现在就报警告你骚扰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天哪，没天理了！新搬来的邻居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呢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这外地来的女的不仅不领我们家的好意啊，还要动手打人了！显然，大家对这种场面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撒泼的戏码，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。王阿姨，别嚎了，你嗓门再大也没用。这个位置虽然是监控死角，拍不到画面，但是有录音。你儿子刚才对我进行言语威胁，还想动手，我都录下来了。您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把录音连同您刚才的表演发到业主群里，让大家评评理，顺便再给派出所发一份，让他们判断到底是谁在欺负谁。妈，别闹了，慧起他有准备的。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既然这么喜欢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家人们，不是我吹，高人给我看过了，说我们家是乾隆在渊，马上就要一飞冲天了。对，我们家王祥要带领全小区致富啦！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。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是不是又在家里摆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大师说了，我最近之所以不顺，就是因为被你这个煞星给冲撞了。看注意了，在家队，看哥，那破地垫克老子木运，还有那破绿萝，开门！你这妖女吸我生气，给我开门！输红了眼的赌徒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儿啊，肯定是这个扫把星把他赶走，不然咱们家好运全被他吸光了。赶？怎么赶？他油盐不进，还懂录音报警？报警怕什么？她一个外地女的，能有什么背景？咱们就天天闹，去他公司闹，去他老家闹，我就不信闹不走他。你居然敢开门？不是要闹吗？来，别在这里小打小闹了，多没意思。咱们直接去派出所，当着警察同志的面，
好好闹一场。来，把你刚才说的要去我公司我老家闹的话再说一遍，我给你们录个样，留个证据。怎么，不敢说了？来，我就站在这里，你们动手吸回来试试，打算用嘴吸还是用鼻子吸？哎呦！这跟什么运气、气场都没关系，纯粹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街溜子，被正常人彻底碾压了。老铁们，今天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叫财气冲天。大师说了，我这个月啊，横财运旺盛，挡都挡不住。看到没？这都是我的福报，只要跟着翔哥，财运自然来。下一个生肖属牛的朋友，看看你的手机尾号是不是带8。他把人生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虚无缥缈的运气上，真可悲。我的直播内容那叫弘扬传统文化，低俗炒作，胡说八道。喂，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被平台封号了？为什么？儿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低俗炒作，我那是弘扬传统文化，还要罚款，凭什么？没了，全没了。怎么了，儿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那个直播账号好不容易才攒了3万粉丝，就指着他接广告赚钱呢。那到底怎么了？那个大师明明说我这个月有横财运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横财运？一个人的贪念和愚蠢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霉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一家子终于开始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了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。儿啊，这可怎么办？直播没了，还要罚款，咱们哪来的钱啊？都是那些黑心平台举报者害我。他们家那名声早就臭了，谁肯借钱给他们？你干什么？这位置是我的。什么你的？我先来的。哎呦，我的老腰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你这个笨手笨脚的，连口水都倒不好。妈，你能不能省点心？我已经焦头烂额了。王秀兰这一摔，不仅要在医院躺上个把月，医药费又是一大笔开销。王翔没钱又懒，根本请不起护工，只能自己亲自照顾。新烤箱出品，香甜可口。显摆什么？早晚倒霉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和仇恨，但再也不敢上前来找我的麻烦了。只要他动了心思找我茬，就必定会倒霉。最近雨季，大家出门记得关好门窗，注意安全。就你事儿多。张大爷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马上修。修什么修？我家新装修的吊顶全毁了，你家漏水就得赔钱。赔偿、道歉，又是一阵鸡飞狗跳。久而久之，王翔看我的眼神就从怨毒变成了恐惧。他看我就像看瘟神一样，也不愿意跟我打个照面。今天你要是不把赔偿款给我，你别以为我老头子好欺负。张大爷，您再宽限我2天，我妈住院真的把钱都花光了。我管你妈住不住院，你家漏水淹了我家就得赔钱，天经地义。程青淼，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呀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人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，把失败归咎于别人时，他的生活就已经注定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了。程青淼，你个扫把星，给我滚出来！你把我家的运还回来！你这个不得好死的狐狸精！对付这种人，你越是搭理他，他就越来劲儿。没天理了！杀千刀的妖女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！老天爷啊，一道雷劈死这个妖孽啊！12楼怎么回事？跟拆迁现场一样，吵死了！还能是谁？1201那个老疯婆呗，听说刚从医院出来，又开始作妖了。他这是在砸门吗？1202在家吗？
哎呀，再怎么说也是个老人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孙阿姨，您记性真好，还知道远亲不如近邻。那我帮您回忆一下，上个月是谁堵在您家门口，让您赔他200块钱精神损费的？当时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哈哈哈哈！青苗怼得好，对付这种老无赖就不能心软，就是支持青苗，必要的时候直接报警。当一个人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别人身上时，他的生活就已经注定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了。我以为他闹也闹了，骂也骂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，却没想到这仅仅是他新一轮攻势的开始。又是他！楼道的这个角落是监控死角，我根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。我前脚刚清理完，他后脚就又扔了出来，乐此不疲，仿佛跟我杠上了。1203。姐，你门口那摊东西是1201那个老太婆刚才倒的，她还往里面吐口水骂你，说要让你天天踩着她的晦气出门，一辈子都别想翻身，太恶心了。谢谢你告诉我，你看到了，他没为难你吧？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我赶紧跑了。姐，你小心点，那老太婆疯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刚搬来的时候也被王秀兰用沾福气的名义骚扰过，我胆子小，不敢跟他们正面冲突，结果那家人就变本加厉，天天找茬。不是说我半夜穿高跟鞋走路的声音吵到他们了，就是说我点的外卖太香，勾起了王翔的馋虫，让我赔精神损失费。要不是因为房租合同签了1年，押金退不了，我早就搬走了。姐，你真厉害，敢跟他们硬刚。你要是需要帮忙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盯着他，帮你收集证据。在这冷漠的城市里，能遇到这样勇敢又善良的邻居，实属不易。好，以后我们就是盟友了。有了玲玲这个眼线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底。王秀兰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王秀兰的骚扰手段简直是刷新了我对无耻2字的认知。她见垃圾和黄色液体对我没用，就开始升级，转为制造噪音。搞什么？白天我上班去了，她就养精蓄锐。剁死你这个扫把星！烤死你这个狐狸精！王大妈，你能把声音关小点吗？太吵了。陈小姐，我们已经和王大妈沟通过了，她表示年纪大了耳朵背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也没法强制。可是，程小姐，王大妈她毕竟是老人，您多担待一下，相互体谅。李经理，他半夜剁肉，白天放弃，这个叫让我担待，其他邻居也懂的。其他邻居也反映过，但是我们物业也没有执法权，只能尽量协调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指望这帮和稀泥的是没戏了。行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睡个安稳觉。这个不错。我不再去沟通，也不再报警。你不是喜欢闹吗？好，我陪你。这一下，整栋楼都炸了。我靠！12楼是在办白事还是在唱大戏？这一大早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疯了吧？谁家啊这么缺德？物业死哪儿去了？赶紧管管！姐，牛啊！这招绝了！杀敌1000，自损500，我喜欢。等好戏开场。王大妈，王大妈！李经理，怎么了？一大早的这么大阵仗。程青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清早的放这种音乐，影响多不好。影响不好，可是1201的王大妈天天这么干呀，您不是让我多担待吗？我寻思着，这可能是咱们小区的特色的邻里文化，我也得入集融入一下集体嘛。怎么，他放的我放不得？还是说咱们小区的规矩只针对我一个外地人？可是你这音乐也太晦气了。晦气吗？王大妈喜欢热闹的戏曲，我个人比较偏好咱们的民族乐器，尤其是唢呐。大家艺术品味不同，互相尊重嘛。要不您让他先关戏曲，我保证我的唢呐也立马停。王大妈，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们就要强制断电了。干什么？死人了！一大早的敲什么敲？是你个小贱人，居然敢放这种音乐咒我死！谁心里有鬼，谁就觉得是在咒谁了。姐，我看到王秀兰领着一个看着就不像好人的男人上楼了，跟个算命骗子似的。你下班回来小心点。知道了，谢了。物理攻击无效，这是准备转为魔法攻击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么一套封建迷信的东西？这次
我不会再客气了。太过分了吧！这是搞封建迷信，恐吓邻居啊，看着就瘆人。就是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套？李经理，快出来处理一下！程小姐，您别激动，我马上过去处理。程小姐，我是物业小李。王大妈，王大妈，您在家吗？无量天尊，这位先生，此地的煞气太重，贫道正在为这家住户布阵化解。你这般大声喧哗，惊扰了法事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都是文明社会，讲究科学，不兴搞这些的。哼，你懂什么？无知凡人！贫道告诉你，这户人家对门的祝贺命格带煞，阴气极重，再不化解，整栋楼的运势都会被他一个人给拖垮。哦，大师这么厉害，不如给我算算我这煞是怎么个煞法。看你这面相，印堂发黑，眉间带煞，典型的天煞孤星之相啊！你这种人，克父克母，克亲克友，谁沾上你谁倒霉。贫道劝你，还是早日搬离此处，免得害人害己。是吗，大师？您这套说辞是跟哪个剧组学的？不过我倒是觉得您才是那个印堂发黑的人。您这脑门上乌云罩顶，怕是有牢狱之灾啊！你一派胡言！你个妖女，还敢对大师不敬！大师，你别跟他废话，赶紧做法收了他。李经理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他们公然在我家门口搞封建迷信，还对我人身攻击和言语恐吓。我要求立刻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并道歉，否则我现在就打110告他们诈窃和寻衅滋事。王大妈，还有这位大师，你们赶紧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不然等警察来了，事情就真的闹大了。怕什么？我们是在保护整栋楼的安宁，谁敢动我的东西，我跟他拼命！没错，此乃镇煞之物，凝聚了贫道多年的功力，动不得谁动谁倒霉。看来跟他们是讲不动道理了。行，你们不动是吧？我帮你们动。哼，算他识相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竟敢破了我的镇煞法阵，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先遭报应。开门啊！快开门！要是拧不动了，快救火啊！初步鉴定是人为责任，他们在家胡乱用火，那个所谓的大师趁乱跑了，是个有前科的骗子。那王秀兰呢？吸入浓烟，送医院了，被骗光了养老钱，现在还可能要面临邻居的索赔。王大姐，您身体好点没？死不了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楼里业主的联名请愿书，大家都希望您能把房子卖了，搬出小区。您这次的行为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了。他们要赶我走，我的房子凭什么？楼下邻居的房子被水淹了，装修费要您赔，您儿子王祥也联系不上。大姐，您现在人财两空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卖房是唯一的出路了。王秀兰卖了房回了乡下，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来，青淼，我有重获新生的耳朵，干杯！说真的，遇到1201那家之后，我都有点信命了。信什么？信我是天煞孤星，把他们克走了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有些人心里全是贪婪和算计，总觉得别人过得好是抢了他的运气，其实他们是被自己的愚蠢作死的。你身上这股正气，任何歪门邪道都进不了。被烧毁的1212半年，终于被一个外地投资客买下，重新装修后租了出去。您好，您是住在1202的邻居吧？我们搬来，我叫小张，这是我未婚妻。你们好，欢迎欢迎，我叫程青淼，以后邻里之间请多关照。青淼姐好，以后再也不会垃圾堆在门口了，我们都爱干净。我的生活不仅恢复了正轨，甚至可以说是蒸蒸日上。还
还是程清晓有办法，把我们这老小区变得这么有人情味儿。公司决定将你升职为副主管，恭喜！为大家现在的好日子干杯！干杯！我甚至开始相信，当你积极向上时，好运真的会一件件找上门来。我甚至开始相信，当你积极向上时，好运真的会一件件找上门来。谁记得？忘了写名字吗？报警！这绝对是人身危险，必须让警察介入。可是光凭一个玩偶，没有寄件人信息，警察很难立案的，最多就是被办案。是啊，程清淼，他们只是寄个东西，没有造成实质伤害，在法律上很难界定，这种心理骚扰才是最恶心的。报警，他们说了没用，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骚扰才是最难对付的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。这种未知的恐惧，比任何实质性的伤害都更折磨人。玩偶世界仅仅是一个开始，他们就像复古秩序，阴魂不散。青淼，外面来了一群人，说是你的家人要找你。我那个女儿啊，命苦啊，她从小就命硬，克死了她爹。我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，可她呢？她出人头地了，就嫌我们这些穷亲戚是累赘，不认我们了。我们从乡下老家坐了2天2夜的硬座火车来看她，她连门都不让我们进啊！我这个当妈的现在得了绝症，没钱治病，就想在临死前再看她一眼，她竟然还找人把我们打了一顿啊！真的假的？看不出来他是这种人，这人品也太差了。你们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是诽谤！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，你总算肯出来了。妈知道你怪妈没本事，可是你不能不认妈呀！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救救咱妈吧，算我给磕头了。你要是不给钱，我们今天就死在你们公司门口。干什么呢？在这里聚众闹事！保安，报警！警察同志，警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这是我们家庭内部矛盾。我女儿跟我闹点小别扭。程清淼，今天这件事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少姐，他们是骗子，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想听解释，我只知道，因为你，公司今天损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。公司不是你家，我们没有义务帮你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家庭纠纷。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件事儿，你就自己提交辞职报告吧。我们公司请不起你这尊大神。他们这是要彻底毁了我的名誉，断了我的生路。喂，琳琳。青淼，你别怕，我把那家人以前做的恶心事儿全发到你们公司邮箱了。没用的，琳琳，他们只会觉得那是我找人发的洗地帖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欺负你吗？孩子，要记住，所有装神弄鬼的把戏背后藏着的都是人性。
陈爷爷，这里是我的老家，一个让我能暂时放下所有烦恼的地方。是程家的丫头。陈爷爷，是我。都长这么大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一切都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，让人心安。陈爷爷，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事儿，特别烦心。从王家母子最开始的借孕，到后来不停的骚扰，我以为只是小打小闹，可现在事情越来越严重了。他们跑到公司大闹，搞得我工作都没法做，同事们都开始说远我，领导也对我有了意见。看来这丫头是真的被逼到绝境了。赤儿啊，陈爷爷，你这不是撞了什么煞，你这是被心理病毒给缠上了。心理病毒？对，你看，古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诅咒、巫蛊的说法？真的是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吗？不是的，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一种心理暗示。心理暗示，精神控制，是一种利用人们对未知的恐惧来进行精神控制的手段。他们给你寄玩偶，给你打骚扰电话，在你家门口泼脏水、画符咒，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是为了真的克你，而是为了让你相信你被克了。一旦你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暗示，你就会变得焦虑、恐惧、疑神疑鬼，你的精神状态会变差，注意力会不集中，而这些错误又会反过来增作和认证你运气变差了这个事实，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怪不得我最近总是精神恍惚，频频出错。到最后不用他们动手，你自己就把自己给逼垮了。那他们去我公司闹也是？那更是高明的心理战术。他们很清楚，对于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是工作，是社会关系，是名誉。他们毁掉你的名誉，让你失去同事的信任，失去领导的器重，就是为了彻底孤立你。彻底孤立？一个被孤立的人，心理防线是最脆弱的。到时候他们再提出他们的要求，比如让你拿钱消灾，你就很可能会因为走投无路而选择妥协。那个山羊湖的骗子大师，陈爷爷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已经被公司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解决不了这件事儿，我就要被开除了。丫头，别慌，对付这种心理病毒，药物是没用的，报警也只能治标不治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？没错。这个计划太大胆了，简直就是一场豪赌。丫头，你敢不敢赌？我赌！我从老家回来的第二天，就立刻开始执行陈爷爷的计划。第一步，示弱。又错了，他最近是怎么回事？看他这憔悴的样子，估计是被家里那些事搞垮了。青苗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休个长假调整一下？我知道，他对我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了。看看，这就是我那不孝的女儿，为了钱连亲生母亲都不认。她就是个无情渣女。我的示弱果然让他们更加得意了。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，人渣，快去死！计划的第二步是求助。我向公司请了长假，
然后青淼啊，你说的这事儿，刘叔叔义不容辞。这种为民除害的好事儿，我有情出演。谢谢刘叔叔。这是谁呀？大师，好像是来青淼家看风水的。青淼这死丫头被逼成这样，居然还相信什么风水大师，真是病急乱投医。刘大师，您看这青淼家，哎呀，这位小姐的房子风水本身是极好的，是个难得的聚财宝地，但是坏就坏在对门的邻居气场与此地相冲，形成了一个破财煞。破财煞，长此以往，不仅这位小姐的财运会被冲得一干二净，就连这整栋楼的运势都要受到牵连啊！破财煞，整栋楼。刘叔叔这番话说的玄之又玄，却正好挠到了那些信这个的邻居的痒处，而这句话很快就会一字不细的传到王翔和王秀兰的耳朵里。计划第3步，抛出诱饵。本人因与此地气场不符，运势受损，故忍痛割爱，只求为房子寻一个有缘有福之人，能镇住此地的煞气，比市场价低30万。程青淼疯了吧？亏30万卖房，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，现在连房子都卖，这是被对门逼成什么样了？唉，程青淼真是太可怜了，好好一个姑娘被逼的工作丢了，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，都怪对门那家子瘟神。是啊，听说青淼打算卖了房子就回老家了，再也不来这个伤心地了。我这张网已经撒下去了，现在就等着那2条贪婪的鱼自己游进来了。儿子，你看那小贱人撑不住了，要滚回老家了。哼，算他识相。妈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他那房子位置好，现在还便宜30万。对，便宜30万还不够，他害我们花了那么多钱请大师，必须让他把钱吐出来。这房子我们得想办法用最低的价钱弄过来。大师，对门的程青淼要卖房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帮我们把价格压到最低。莫急，此事我已有耳闻，他不是也请了个大师吗？待我先去会会他，探探虚实。听闻阁下也是同道中人，我这边呢是代表王祥先生，想为2家的风水之事寻一个解决方案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们家王祥命格贵重，阳气极旺，是天生的镇宅之命，只有他才能镇得住程青少房子里的破财煞。只要他把房子卖给他，不仅他的煞气能解，我们家王祥的好命格还能帮他把流失的财运补回来，这是双赢啊！那价格方面，既然是为了化解劫难，自然不能按市场价来，我们愿意发善心，出20万收购这套风水宝地。欺人太甚！20万买你100万的房子，还说是帮你做小灾。别生气，回复他们，20万太少了，我虽然倒霉，但也不傻，一口价50万，同意就当面谈。什么50万？他怎么不去抢？嚷嚷什么？他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还敢跟我们讨价还价？依我看，这已经是他的底线了。50万买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，这笔买卖你们赚翻了。对，他急着回老家，肯定撑不了多久。好，就50万。大师，你跟他们说，我们同意了，让他们明天下午来石郊的湖心茶馆当面签合同。很好，连最后的舞台都帮我选好了。王翔、王秀兰，明天就是我们这场大戏该落幕的时候。请问是程小姐吗？是我，王先生和大师已经在听雨轩等您了，请跟我来。程青淼，你总算想通了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非要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工作丢了，名声也臭了，何必呢？就是，我们家王祥天生就是富贵命，你一个外地来的野丫头跟我们斗，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合同带来了吗？当然，看看吧，没问题的话就签字，签了字儿，这房子就是我的了，而你身上的那些晦气也就算是被我收了。
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赶紧签，签完了我好带我妈去看看我们的新房子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只要你把房子卖给他，不仅你的煞气能解，我们家王想的好名额，还能帮你把流失的财源补回来，这是双赢啊！你录音了？这不可能！当然，不光是电话录音，从我进这个包厢开始，我们之间的每一句对话也都被清清楚楚地录下来了。是如何承认用造谣骚扰的方式逼迫我，并且企图用封建迷信的手段骗取我的房产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！他们不仅长期骚扰威胁我的邻居程青苗小姐，还利用封建迷信对她进行精神控制和言语恐吓，现在更是涉嫌诈骗和敲诈勒索。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们物业这几年来收到的关于1201住户王秀兰一家的所有投诉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噪音扰民、高空抛物、寻衅滋事。王翔、王秀兰，还有你涉嫌诈骗、诽谤、敲诈勒索，请你们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陷害我们的，是他主动卖房子给我们的，这是一个陷阱。陷阱？用20万买市价100万的房子，还附加这么多不平等条约，你管这个叫买卖？你当我们警察是傻子吗？你拼了！你这个贱人！是你毁了我们全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让开！快让开！快让开！妈！他本想毁了我，却没想到亲手毁了他自己儿子的容，这或许就是天意吧。这场闹剧最终以王翔被紧急送往医院，而王秀兰和那个骗子大师则被警察当场带走而告终。被告人真名大师涉嫌诈骗，且系惯犯，从重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被告人王秀兰犯诽谤罪、寻衅滋事罪、敲诈勒索未遂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我的钱呢？我的富贵命呢？钱没了，钱没了！而王翔虽然因为是他母亲误伤，没有追究王秀兰的刑事责任，但他脸上的伤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我后来听说，他回去之后彻底变了一个人，不再琢磨什么借运发财，也不再搞那些歪门邪道。因为脸上的疤，他变得自卑又沉默。他那颗想走捷径、想不劳而获的心，大概是被他母亲那5道血痕彻底抓碎了。青苗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调查清楚，误会你了。公司调查员去小区和居委会做了走访，大家把情况都说明白了。公司内部发布了澄清公告，还了你一个清白。公司还以损害公司名誉为由，王秀兰就和王翔提起诉讼，索赔了一大笔钱。青苗，公司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，我们需要你。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去，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，而是因为在那个我曾经以为冷漠的城市里，有一群像家人一样支持我、相信我的朋友，那里有我新的家。青苗姐，玲玲，我要和我家宝宝结婚啦！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恭喜你们！青苗姐，我们希望你来做我们的证婚人，这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生活终于彻底恢复了它应有的平静和美好，就像陈爷爷说的那样，我的人生不再有什么煞，也不再有什么运，
我成了一个最普通的人。唉，又忘带钥匙了。有好运也会有霉运，会遇到贵人，也会遇到小人，生老病死、爱恨情仇，一样都不会少。这才是真正的人生。重要的是，你的身边是否有愿意为你撑起一把伞，与你并肩前行的人。晚上一起吃饭啊？而我很幸运，我的身边一直都有。